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讯号处理器。今天要讲的是第2单元 Z 转换。那在这单元当中，我们要介绍 Z 转换，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主要用来分析数位系统的性质，所以我们会介绍它的定义以及运算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会用它来分析我们的数位信号以及系统。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我们首先会介绍Z 转换与反 Z 转换，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了解 Z 转换与系统稳定度之分析。那这个单元的大纲包含了 Z 转换的用途以及定义，我们会介绍 Z 转换的性质，还有介绍因果信号基点的位置以及它时域行为的关系，然后最后介绍反 Z 转换。那我们也会介绍 Z 转换用于因果线性非时变系统之稳定度分析。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 Z 转换它的定义以及用途。首先我们来看 Z 转换的用途，可以用在离散时域讯号转换到复数频率上面。所以 Z 转换用于离散信号，好像我们用拉普拉斯转换用于连续时间讯号的分析。然后 Z 转换用来分析线性非时变系统的一项很重要的工具。离散信号的时域的旋机之 Z 转换，为个别信号之 Z 转换之后在频率的相乘的结果，这是一个 Z 转换很重要的一个性质，我们之后会介绍。好，那介绍一个 Z 转换的例子，如果因果离散线性非时变系统，它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为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出 y of n 它是等于1.1 y of n 减1加 s of n， 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出会是过去时间的输出加上现在时间的输入。那这样的一个因果离散线性非时变的系统，它的输入关系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想象说，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回应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输出会由过去时间的输出的结果当成现在时间的输出嘛，所以造成一个回应的效果。也就是说，过去的时间的输出会拉回现在的输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实做这样的系统，我们会想问说，这个系统稳定吗？如果你想实做一个回应效果这样的系统，那我们用这样的公式来表示，我们必须评估说，这样会不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例如说，我们到最后声音会发散掉。好，那如何来评估呢？我相信这个单元学完之后，我想各位同学可以透过 Z 转换来做这样的评估。好，那我们这边先不做解答，我们最后再做解答。好，那 Z 转换定义就是由这个式子可以看到，它就是由表示成 S of Z， 它是基本上是由 S of n 乘上 Z 的负 n 次方，然后把 n 考虑从负无穷大加到无穷大，所以 Z 这边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变数。好，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表示，用一个 Z 转换一个大 Z 的符号来表示说一个 Z 转换的公式，也可以用一个箭头上面写一个 Z。那反 Z 转换就是变成 Z 的负1次方，就是 Z 的 inverse 来表示说从 S of Z 转换到 S of n。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Z 转换如果将离散信号对应到复数平面，也就是 Z 平面之后，我们必须再提到收敛范围。所谓收敛范围，就是我们讲的 ROC。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 Z 转换的时候，在 Z 转换的结果必须讨论到说，在怎么样的 Z 的范围之下，传出来的 S of Z 基本上是收敛的。好，也就是在 Z 复数平面上面，某些区域我们会是收敛的。好，那我们来看几个 Z 转换的 Z 例子。首先 S1 of n 是这个数列，那我们用 Z 转换的公式来代，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 S1 of Z 就是1乘上 Z 的0次方加2乘上 Z 的负1次方等等等。好，所以它的 ROC 就是整个 Z 平面除了 Z 等于0之外，因为我们知道当 Z 等于0的时候，像 Z 的负1次方这样的一个项就会变成无穷大，所以整个 Z 转换就会发散掉。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例子 S2 of n， 它是另外一个例子，它这个 Z 转换的公式里面包含
正的指数次方的 z， 还有负的，也就是说它有 z 平方、z 一次方，也有 z 的负一、z 的负二，所以它的 RC 范围是整个 z 平面，除了 z 等于0跟无穷大。因为当 z 等于0的时候，我们知道 z 的负指数次方就变成无穷大；当 z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z 的正指数次方就会变成无穷大。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要计算它的这个力转换代公式之前，我们必须介绍这样一个等比级数和的公式。好，我们这边来复习一下，一个级数和等比级数和的公式是这个公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公式来算力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力转换它的公式就是sigma n 从0到无穷大1/2 n 次方乘上 z 的负 n 次方，因为就是代公式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公比就是1/2 z 的负1次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结果是这个无穷等比级数的和。好，它的 RC 就是它的公比绝对值要小于1，也就是说它的 z 绝对值要大于1/2，就是它的 RC 范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计算这个数列的力转换。好，那这个数列是一个几何的数列。好，它数列会越来越小，信号越来越小，所以一样，我们可以马上带力转换的公式，发现它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和的公式。发现到说它的 RC 是 z 的绝对值大于阿尔法的绝对值。好，也就是说它的 RC 是大于阿尔法这个半径的圆的外面。好，就是说看到斜线部分就是它的 RC 的范围。那另外一个例子，假设这个讯号是一个反因果的，也就是说它在 n 小于0的时候才会有讯号。好，跟上面例子它是一个因果，上面例子是因果信号，这是反因果信号，所以一样可以带无穷等比级数的和的公式，得到说它的 RC 是 z 的绝对值小于阿尔法绝对值，也就是说它 RC 是斜线部分是在圆圈，这个圆圈的半径为阿尔法绝对值。好，所以从上面两个例子看到说，一个因果信号它的力转换的结果是这个式子，下面那个是反因果信号，它的力转换也是这个式子，所以这两个式子看起来它的力转换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所以要分辨这两个结果，我们必须配合 ROC， 因为等于说我们之后要做反力转换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同样的力转换的结果，我们要知道说它的时域是哪个讯号，是因果还是反因果，我们就必须配合 ROC。上面那个 ROC 是大于圆，下面那个 ROC 是小于圆，所以因果讯号的 ROC 是大于圆，然后反因果讯号它的 ROC 小于圆，配合 ROC 的范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时域讯号是哪一个。好，这边是常见的力转换的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有些unit sample 或是 unit step 或是其他等等相关的一些时域讯号，我们透过力转换它的公式是什么，我们必须把它记起来，因为我们之后会常常用到。各位同学，从这个 part 我们知道力转换的它的定义以及它的用途，我们也介绍了力转换。当我们提到它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它的收敛范围，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的信号，有可能它的力转换的表示方式是一样的，但是透过 ROC 的范围，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时域讯号是从哪一个时域讯号转换过来的。好，那我们下一个 part 我们要介绍力转换的有用的性质。